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我们解读一项发表于 NeuroPS 2025的视觉研究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柏林工业大学的团队揭示 ，Dino VR 等预训练模型已自发涌现出物体绑定能力。研究者发现，模型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低维机制，能让散落的视觉碎片自动聚合为完整的实体结构。这标志着 AI 视觉正在告别破碎的特征堆砌，迈向具备大局观的认知阶段。所谓物体绑定，是指将颜色、形状与材质等碎片化特征瞬间组合成完整实体的逻辑过程。人类大脑的底层机制能够将微观层面的视觉碎片转化为有意义的实体。例如，在观察一个蓝色马克杯时，绑定法则会将离散的色块与轮廓线进行合并。如果 AI 无法掌握这一法则，它眼中的物理世界将永远只是相互独立的特征散沙。人类倾向于识别整体与实体，而传统 AI 常被认为只能处理散落的特征点。例如，在观察戴帽子的狗时， AI 的原始输出往往只是散布的颜色与毛发特征簇。学界因此产生质疑，认为如果没有 slot attention 等外部模块的辅助，神经网络很难自发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归属关系。这引出了纯架构是否具备大局观的认知拷问。过去研究者通常为神经网络配置 slot attention 外挂模块，试图强行植入注意力规则。然而，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猜想：当数据规模足够大时， V 体架构能否通过内部注意力机制自行悟出物体的绑定规律？这代表了从外挂强加到内力自发涌现的路径转变。令人震撼的是， Dino VR 等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已经交出了答卷，其物体绑定准确率达到了惊人的 90.20%。 这意味着无需任何人工干预或特殊外挂， AI 已经自发在黑盒内部构建了理解完整物体的隐式法则。绑定能力不再是设计的产物，而是大数据规模驱动下的天然涌现。为了探测 AI 的潜意识，研究者制定了名为 AceSameObject 的测试逻辑。他们随机提取图像中的两个网格块，并询问 AI 内核这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物体。例如，当青色框选中同一只狗的眼睛和腿时，模型输出的高分判定其为相同物体，而针对不同个体的碎片则给出低分。这套方法能精准测量 AI 是否真正掌握了实例级别的分割逻辑。在不改变模型权重的前提下，研究者利用神经探针技术对 AI 黑盒进行了读心。通过在第0到23层之间插入轻量级分类器，他们得以精密观测神经元的激活状态。特别是在第18层提取的数据流显示，模型已将属于同一物体的信号编码在隐层空间中。这种无损读取方式成功揭示了隐藏在高维空间里的认知地图。为了从原始特征中提纯绑定信号，团队开发了二次型相似度探针。该技术通过权重矩阵将补丁嵌入投影到特定空间，从而分离出被长相信息掩盖的归属逻辑。投影后的向量经过内基运算，能够输出精确的结合力分数。这种方式宛如三棱镜分光，让混杂的神经激活状态转变为清晰的实体绑定判据。过去该能力被忽视，是因为传统线性探针无法解锁深层绑定协议。性能曲线显示，代表线性的灰色线始终低迷，而二次型粉色曲线在第18层达到了 0.93 的准确率峰值。这证明绑定信号是通过动态路由隐式编码的，必须使用非线性手段才能捕获。只有通过这种进化的测量尺，我们才能真正窥见模型中段爆发的认知潜能。在极限场景实测中，这种绑定能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准确性。面对高度重叠且颜色几乎一致的羚羊群，第18层的热力图显示， AI 的信号能像流体一样精准覆盖在单一羚羊的全身。即便存在严重遮挡，模型依然能在视觉边缘实现完美切割。这证明 AI 已经能够看破复杂的伪装，在嘈杂的背景中剥离出独立的实体个体。AI 内部的视觉认知呈现出明显的逐层进化特征。在第0层，模型仅关注颜色和材质等表皮信息。进入第12至18层后，模型开始觉醒唯一实体概念，热力图能精准锁定单个物体。然而到了第23层，由于高级语义的影响，认知扩散到了整个物种类别，反而模糊了个体边界。
这说明物体的绑定能力在模型的中层达到了发育的顶峰。第18层被定义为 AI 认知的黄金分割点，因为它实现了纯粹的实体感知。在这一层，模型既能摆脱像素表皮带来的相似性干扰，又尚未被深层的高级语义所同化。这种中段层级的独特位置，使其能够在不将其粗暴归类为抽象概念的前提下，精准识别独立个体。这里是模型内部最客观、最纯粹的物理实体识别地带。为了进一步测试这种感知极限，研究者提出了克隆体悖论。当面对4辆像素特征完全相同的红色跑车时， AI 将经受终极考量。在底层代码中，它们究竟会被视为一串重复的死数据，还是会被识别为4个拥有独立坐标的物理个体？这个实验旨在验证 AI 是否具备超越纯像素识别的实体区分能力。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后，研究者发现了隐藏的低维子空间秩序。即便是完全相同的克隆体数据，在 AI 内部也自发形成了线性可分的球状点云聚类。这意味着 AI 已经通过某种机制为画面中每一个看起来相同的物体分配了独立的隐形身份证。这种在低维空间实现的完美分离，有力证明了模型已具备区分物理个体的能力。在诸神之战的模型排名中， DINOv2 以超过 90% 的准确率荣登绑定之王。相比之下， CLIP 和有监督 YT 仅具备 50% 左右的能力，而 MAE 模型几乎完全无法识别物体绑定。这一显著差距证明，物体绑定并非所有 YT 架构的通用特性，而是特定训练条件下后天习得的超能力。这一结论为探索高效的视觉预训练方案指明了方向。决定绑定能力成败的关键在于预训练目标。DINOv2 采用自监督对比学习，强迫模型理解图像的全局与局部关系，从而催生了强大的绑定能力。相比之下， MAE 模型仅仅在进行低级的掩码重建。这类像素填空题并不涉及物体整体逻辑，因此无法涌现出绑定信号。这说明架构虽然重要，但学习目标才真正决定了 AI 认知的灵魂上限。研究打破了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即注意力分数并不等同于物体绑定信号。3点图显示 ，as same object 绑定信号与 attention 注意力分值之间呈弥散分布，并没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在底部虚线框区域，即便注意力分值很低，绑定信号依然可以很强。这有力证明了真正的绑定法则隐藏在注意力机制的表象之下，是更深层的表征逻辑。这种底层的绑定能力为复杂的下游视觉推理提供了核心驱动。实测结果显示，在面对猫狗混作的复杂场景时，模型能够实现完美的实例分割，为每一只动物填充独立的纯色掩码。只有先看懂什么是整体， AI 才能在任务中精准切割万物。这种能力的释放直接提升了视觉模型在处理多目标交互场景时的推断精度。为了彻底验证绑定信号的必要性，研究者进行了消融实验。他们定位到了第18层的低维绑定通道，并利用剥夺测试强行抹除该层的绑定特征。这种操作类似于剪断特定神经，旨在观察模型在失去绑定能力后是否会瞬间崩溃。通过这种极端的反向验证逻辑，团队得以确认绑定信号在整个认知链路中的核心地位。实验结果证实，在第18层剥除绑定信号后，模型性能出现了断崖式崩溃。数据曲线显示，紫色 RMSE 重构误差陡然上升，而代表下游任务成功率的绿色曲线则急剧下降。这组铁证表明，物体绑定绝非可有可无的副产物，而是 AI 赖以生存的核心认知支撑。一旦失去这一低维秩序，视觉系统的整体逻辑就会崩溃。这项研究重塑了 AI 认知范式，证明纯粹的 VID 系统能天然涌现出部分与整体的符号知识。相比于执着添加外部模块，优化预训练目标才是提升 AI 认知的王道。DINOv2 的成功案例揭示了黑盒内部仍有巨大的认知宝藏。未来我们应更多关注模型自发的规律发现，而非盲目进行结构外挂。更多相关研究与论文链接，欢迎查阅相关代码仓库。